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海神唐三的复活。成为海神的唐三，在嘉陵关一战中不敌天使神千仞雪和罗刹神比比东，最终被充满邪恶力量的比比东捏爆心脏，就此陨落。奥斯卡飞身接住了唐三已经失去心脏的尸体，而比比东在唐三最后一记神魂穿刺的攻击下七窍流血。比比东看在玉小刚的面子上，给了天斗帝国3天时间准备，如果他们3天后还未宣布全部投降，比比东将血洗天斗帝国。随后他便带着重伤的千仞雪以及胡列娜离开了。而天斗帝国这边，因为唐三的死，所有人都悲痛欲绝。唐三的死让天斗帝国的将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及战意。大师和唐昊、独孤博都已经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奥斯卡和宁荣荣准备跟着他们前去报仇的时候，却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们叫住大师等人，告诉他们唐三有救了。奥斯卡抬起自己和宁荣荣紧握住的双手，告诉他们有办法可以帮唐三复活。当初史莱克七怪从海神岛回来之后，就直接投入到战争之中。在成为封号斗罗之时，奥斯卡和宁荣荣的第9魂环都是10万年级别的。10万年的魂环正常来说是拥有2个魂技，而当时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只出现了1个魂技。刚刚他们紧握双手准备赴死时，却触发了他们的第2个10万年魂技。这个魂技是一个必须由奥斯卡和宁荣荣共同使用的10万年的武魂融合技。奥斯卡的话给了所有人希望，他们带着唐三的尸体回到了元帅府的议事大厅。如果唐三能够复活，那么一切都还有机会，而如果唐三就这么死了，整个斗罗大陆就真的要成为比比东的天下了。但其实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们对能否复活唐三其实并没有把握。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复活之光的复活条件是要在死后1个时辰内身体未残破，而复活后实力将恢复50%。宁荣荣和奥斯卡则同时失去魂力1个月。这个武魂融合技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强悍的辅助系复活技能，但复活之光的复活对象是针对人类的，而唐三却是海神。复活人和神是截然不同的2回事。就算复活成功了，宁荣荣和奥斯卡将要付出的代价也必定会非常大。但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复活之光可以说是最后的希望了。就算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会努力去复活唐三。奥斯卡和宁荣荣在唐三身体2侧站定，同时抬起双手，食指紧握，他们的手臂就像是在唐三身体上方搭建的2座桥梁，魂环一个接一个的从他们的脚下浮现而起。复活开始，奥斯卡的双手变成了白色，而宁荣荣的双手上则充满了9彩光晕，他们的前8个魂环都变得暗淡下来，甚至是消失不见，只有第9魂环绽放出夺目的光彩。红色光环飞快的扩大，将他们的身体笼罩在内。当红色光环合2为1融为一体的时候，白粉2色光芒交相闪耀，整个大厅充满了无比奇异的能量气息。一个宽10米高3米的金色光罩将他们3人笼罩住，剧烈的能量波动也像是凭空消失一样。这个光罩只是隔绝能量的作用，并不妨碍大厅中的其他人看着他们。金色的光罩内，奥斯卡和宁荣荣2人身后各自浮现出一个虚幻的光影。当光影出现，原本散发着红色的2个魂环消失了。奥斯卡和宁荣荣握住对方的手，闭上了双眼。他们背后的光影慢慢的与他们的身体融合，虚影变得越来越真实，而奥斯卡和宁荣荣则消失在光芒之中。当虚影本体融合完毕，出现在光罩之中的就是当初找上门来的食神和9彩神女的身形，但只是身形与装扮是他们的样子，脸却依旧是奥斯卡和宁荣荣的脸。他们将紧握住的双手缓缓松开，收回到胸前，做出捧心的动作。奥斯卡的双手之中慢慢浮现出一个粉红色的光球，宁荣荣的手中则出现了一个9彩光球，2个光球释放着柔和但又无比强烈的能量波动。他们缓缓退出双手，让手中的能量球渐渐地向彼此靠近。当光球正对着唐三心脏处那颗巨大的伤口时，顿时合拢，一道强烈的白色光柱重重地轰击在唐三胸口上的巨大伤口处。这道白色光芒，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融合技复活之光。复活之光坚持的时间越长，唐三复活的机会也就越大。在白光的照耀下，唐三身上一处被罗刹魔镰刺穿的伤口开始快速地收缩起来，罗刹神邪恶的力量渐渐地被逼了出来，冲击着白光。此时一层淡淡的红光从小舞的脚下蔓延开来，将元帅府内的议事大厅完全笼罩在内。就在红光刚刚将元帅府笼罩的同时，原本笼罩着奥斯卡、宁荣荣和唐三的金色光罩突然破碎。就在大家担心能量气息会泄露的时候，刚刚形成的红色光罩将能量压制在内，没有半分泄露。与此同时，正在武魂帝国大营修补神魂的比比东发现自己留在唐三身上的神念完全消失。在比比东看来，这意味着唐三彻底死亡，神魂也消散了。完全放下心来的比比东开始修补自己的神魂，就等着3天之后修补好神魂去接手天斗帝国。而
而在嘉陵关元帅府的议事大厅中，出现了3个神的气息，将比比东的神念化解，还强行将所有气息全部隔绝。净化完唐三体内的罗刹神念以及剧毒之后，他的伤也彻底融合。接下来就是重塑唐三被比比东捏爆的心脏。在白光的笼罩之下，唐三那巨大的伤口周围，一根根经脉从肌肉里钻出伤口处，凝聚成一条条通道，渐渐融合在一起。而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融合的食神以及九彩神女的身形越来越稀薄，他们俩武魂融合剂的能量马上就要消耗殆尽了。而远在海神岛的七圣柱，在唐三陨落的那一刻就已经感觉到了海神唐三在海神岛留下的一丝神念彻底消失，但在他们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的时候，突然又感觉到了一股帮助海神神念恢复的波动。随后，海龙斗罗立刻坐在唐三进行传承时的中央平台上，其他6位守护斗罗也分别坐在另一个平台，在他们7人的身上升起了一层蓝色的光芒。在海神岛上7个不同的位置分别有一道金光冲天而起，7道光芒在半空中凝结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光球，瞬间整个海神岛变成了金色，特殊的能量波动释放到海洋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海神留在海神岛上在生命危机关头才会发动的最终防御。而海龙斗罗发动它的目的是为了呼唤大海中的生物为海神祈祷。海神神位就是在海洋生物们的信仰中诞生，他们的信仰可以说是对海神神念最大的补充。以小白为首的魔魂大白鲨族群率先加入祈祷之中，在海水中一圈圈淡金色的光芒飞速地朝着海神岛的方向凝聚，这些光芒正是来自海洋中数以万亿的生命共同祈祷的声音，他们用自己的信念一点点壮大海神的神念。嘉陵关中，唐三的复活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隐隐可以看到他胸前的巨大伤口中一颗金色的心脏正在成型，但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融合剂已经支撑不下去，快要消失了。在他们身后附体的食神以及九彩神女脱离的时候，突然有无数细小的白色光点悄无声息地飘向躺在地上的唐三，这些白光每一丝都很微弱，但成千上万的白光融合在一起时，却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当奥斯卡和宁荣荣彻底支撑不住，昏迷倒在地上之时，这些白光依旧在注入到唐三的体内，融入他的伤口之处。白光正是来自天斗帝国100万大军的信仰之力，这些信仰之力接过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武魂融合剂，继续完成对唐三身体的修复。时间慢慢的流逝，这股信仰之力始终坚持着，而唐三的伤口以及他最重要的心脏也在100万大军的祈祷中完全愈合。但此时他们以为复活成功的唐三却一直没有醒来，他们复活的只是唐三的身体，而对神来说最重要的是神的神魂。唐三向比比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是灵魂攻击，他的神魂很有可能已经被比比东击碎。小五的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就在他们觉得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时，唐三的身体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周围所有的一切变得虚幻，整个议事大厅陷入了一片无尽的蔚蓝。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蓝色的唐三走了出来，一直走进了自己的身体。这一刻的唐三才是真正的复活成功了。蓝色的唐三正是他的神魂，他的神魂在海神七圣柱的主持下，数以万计海洋生物的祈祷中，凭借着他留在海神岛的一丝神念重新恢复。唐三终于复活成功，而奥斯卡和宁荣荣原本消失的武魂也被唐三的海神之力重新唤醒，只是想要恢复好还需要1年的时间。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经历让唐三更深刻地领略到了神魂与本体之间的各种能力。这一刻的唐三或许没有把握能够打赢比比东和千仞雪，但如果他想要拉着他们同归于尽还是可以做到的。唐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最终大战作者肯定不会让他如愿的。好啦，关于海神复活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